顶层1%的人制定规则，中层19%的人适应规则，底层80%的人被规则裹挟。上面这句话讲有点粗糙，但现实世界可能就是这么残酷。99%的人在拥挤的人潮中消耗精力，只有1%的人站在高处掌握主动权。前不久，我参加了一场高端商业论坛，会后的晚宴上，一位身价100亿的企业家随口提到，我们正在考虑进入一个新领域，可能会影响相关政策的走向。那一刻，我深刻体会到了什么叫制定规则，而在场的大多数中层管理者则在讨论如何应对行业新政策，这就是适应规则。至于那些被裁员、被降薪的普通员工，他们甚至没有机会出现在这样的场合，只能被动接受变化，这就是被规则裹挟。而你与顶级圈层的距离，不是天赋的鸿沟，而是认知与行动的差距。所以建议大家尽量往自己领域的 top 1% 去靠近。人生最大的不平等，不是起点的差距，而是认知的鸿沟。最大的悲哀，不是没有机会，而是看不见机会。为什么要成为 top 1% 的人？资源分配的马太效应。经济学中的28定律揭示，20%的人掌握80%的资源，但当我们聚焦到金字塔尖的1%，这个差距会被进一步放大。在音乐行业，全球前1%的音乐人获得了超过77%的版税收入。在出版界，畅销书作家占比不到1%，却拿走了超过50%的版税。在互联网领域，头部1%的应用占据了超过80%的用户时长。这不是简单的数字游戏，而是赤裸裸的现实。这意味着，跻身 top 1% 不仅是排名的跃升，更是进入一个资源高度集中、机会指数级增长的新维度。话语权与影响力的质变，站在顶端，你获得的远不止物质回报。顶级企业家能影响行业政策走向，顶尖学者可以推动学科发展，头部创作者甚至能引领文化潮流。以马斯克为例，他的一条推特就能让加密货币价格剧烈波动。乔布斯改变了人们使用手机的方式。奥普拉的一次推荐能让一本书瞬间登上畅销榜首位。这就是顶尖1%所拥有的影响力。成为 top 1%，本质上是获取改写人生剧本，甚至影响世界的话语权。它让你从为生存奔波的被动局面，进入主动创造价值的更高层次。选择权的本质差异。有人会说，做个普通人也挺好，但现实是，在教育、医疗、就业等关键资源的竞争中，前1%的人往往拥有优先选择权。就像高考，分数排名前1%的学生可以自由选择顶尖高校。职场中，专业能力前1%的员工获得晋升和高薪的机会是其他人的数倍。我有一位朋友，是某互联网大厂的技术专家。当公司需要裁员时，其他部门人心惶惶，而他所在的核心技术团队不仅没有减员，反而获得了更多资源倾斜。这就是1%的安全感，在危机中依然拥有选择权。我在这里不是鼓吹焦虑，也不是让大家卷起来，而是提醒我们，在资源有限的世界里，位置决定选择权。大家看到这里，是不是觉得成为一个领域内 top 1% 的人很难？其实不难，因为国内人口基数太大了，
只要稍微更加努力一点，就能挤进5%。再注重用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情，就能挤进 top 1%。比如，做公众号这个赛道，假设全国有500万人做到 top 500分号至1000分号，那就是排名5万至10万之间。只要保持日更2年就可以达到。要做到前1%，就是前5万。在日更的同时，再注重打磨选题、标题、素材、排版等细节，大概率可以达到。我认识一位自媒体创作者，他最初的文章阅读量只有几十，但他坚持每天写作，研究爆款文章的规律，不断优化自己的内容。2年后，他的单篇阅读量突破10万，成为了行业内的意见领袖。关键不在于天赋，而在于持续精进的态度。关键是看如何用正确的方法做正确的事情，并且相信复利的力量。做时间的朋友，成为 top 1%不是一蹴而就的奇迹，而是日复一日的精进。不是天赋的馈赠，而是选择的胜利。2. 如何成为那 top 1% 的人？第一步，找到自己的独特优势，停止无效内卷，发现差异化赛道。普通人想要逆袭，第一步就是停止无效内卷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差异化赛道。我现在写一篇文章，大概就1个小时。很多人会诧异我的写作速度，但其实这是我的兴趣以及优势所在。天生对文字和语言敏感，加上长期写作的经验，自然会很快。而且现在也特别享受这种状态。这就是为啥我建议大家找到自己独特优势的原因。做喜欢且擅长的事情，能够极大地提升人生整体的幸福感。与其在不擅长的领域挣扎，不如找到自己的长板，把优势发挥到极致。显性优势与隐性优势，但其实优势也分为显性和隐性2种。显性优势是肉眼可见的技能，比如写作、编程、设计。隐性优势则藏在思维方式和性格特质里，像极强的共情力、快速学习能力。我曾经辅导过一位职场人士，他在技术领域表现平平，但却有着极强的沟通协调能力。我建议他转向产品经理岗位，结果他在新岗位上如鱼得水，很快成为团队的核心。这就是发现隐性优势的价值。3步法找到自己的优势。那如何找到自己的优势呢？也很简单，分3步。第一步，习惯性观察自己的高光时刻，哪些事情让你做起来得心应手，哪些领域能让你持续投入且不觉得疲惫。第二步，尝试性把你喜欢做的事情分享出去，验证市场的反馈。比如你喜欢做 DIY 手工，就分享 DIY 教程，看有多少人给你反馈。第3步，找到变现的结合点，如何把自己擅长的事情做变现，比如销售 DIY 教程、DIY 出来的作品等。记住，在擅长的领域深耕，才能形成难以复制的竞争力。一定要找到自己的独特优势所在。人生最大的浪费，是在不擅长的领域消耗时间。最大的智慧，是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能产生指数级回报的优势领域。第2步，最小成本探路 MVP 法则。我特别不建议你有一个想法就大搞特搞，重成本投入。想创业的人总想着租豪华办公室，组建完美团队，
想做短视频自媒体的人，纠结于设备不够专业，剧本不够完美。但现实是，大部分雄心勃勃的计划都倒在了准备阶段，或者重成本投入之后失败了，后劲太大，就此一蹶不振。所以要善于用最低成本验证想法，快速试错迭代。比如你想开一家线上服装店，不必先囤货建网站，完全可以通过朋友圈预售测试市场需求。想做知识付费，不用急着开发课程，先在社群做一场免费分享，看看用户反馈。我的一位学员原本计划投入50万开一家健身工作室，在我的建议下，他先在社区公园开设了几次免费的团体课程，结果发现目标用户对价格极其敏感，最终他调整了商业模式，避免了可能的重大亏损。这种小步快跑的策略，能帮你在试错成本最低的阶段，验证方向是否正确。《精益创业》一书指出，90%的创业项目会失败，而 MVP 模式能将失败损失降到最低。对个人成长而言，每一次低成本尝试都是在为成功积累经验。与其在过度犹豫中或者重成本投入中浪费时间，不如用最小行动撕开突破口。当无故受到别人侮辱之时，也不愤怒，因为愤怒是浪费精力的最大陷阱。同样，当有新想法时，不要一味投入全部资源，而是用最小成本验证其价值。第3步，打造成长的系统，让成长自动运转。职场中，有人每天加班到深夜，业绩却平平；有人看似轻松，却能持续产出高质量成果。差距的根源在于，前者靠蛮力，后者靠系统。我曾经观察过一位顶尖销售，他每天工作时间不超过6小时，却能创造团队最高业绩。秘诀在于他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客户管理系统，精准筛选目标客户，标准化沟通流程，系统化跟进机制。这种系统化思维，让他的每一分钟都能产生最大价值。真正的高手都在构建自己的成长系统。这个系统包含5个核心环节：目标、计划、执行、复盘迭代。新的目标，设定目标时，遵循 SMART 原则：具体 （specific）、可衡量 （measurable）、可实现 （attainable）、相关性 （relevant）、有时限 （time-bound）。比如把我要减肥改为3个月减重10斤，每天热量摄入不超过1500大卡。计划拆解是将大目标变成每日可执行的小任务。执行过程中，用时间块工作法提升效率，避免无效忙碌。而复盘环节最为关键，每天花10分钟回顾行动成果，每周做一次深度总结，分析哪些地方需要优化。通过不断循环这个系统，你的成长会像滚雪球一样，越滚越大。就像写作，单次训练效果有限，但持续执行科学的训练系统，就能看到明显改变，写出优秀的好文章。很多学员在我这里学写作之前，觉得写作靠灵感，学完之后，就觉得打通了任督二脉，才知道写作靠的是公式系统。系统的力量在于让成长从偶然事件变成必然结果。平庸的人靠努力取胜，卓越的人靠系统称王。前者用体力换结果，后者用智慧创造自动运转的成长引擎。
第4步，做时间的朋友，相信复利的魔力。时间投资的巨大差异。每天刷短视频3小时的人和每天读书3小时的人，1年后会有什么差距？答案是阅读的人有1095个小时的认知积累，思维会更灵活，思考更深入，表达更能打动人。我的一位朋友5年前开始每天坚持阅读和写作，如今已经出版了2本书，成为行业内的意见领袖。而他的同事每天下班后刷视频打游戏，5年过去依然停留在原地。这不是智商的差距，而是时间投资的不同选择。爱因斯坦说，复利是世界第8大奇迹。这个奇迹不仅适用于财富增长，在个人成长领域同样威力巨大。复利的本质是持续积累带来的指数级增长。每天学习1小时，1年后你会比别人多出365小时的知识储备。坚持写作3年，你的表达能力会远超同龄人。这些微小的积累在时间的作用下会产生惊人的裂变效应。但复利有个前提，方向正确且持续投入。很多人失败不是因为努力不够，而是在不同领域反复横跳，无法形成积累。就像挖井，东挖一下，西挖一下，永远见不到水。真正的聪明人都懂得在正确的赛道上用时间换取成长的加速度。只要你在正确的一件事上持续投入，5年、10年后，时间会给你意想不到的回报。时间是最公平的资源，每个人都是24小时，但时间也是最不公平的裁判，它会将选择的差异无限放大，直到成就的鸿沟再也无法跨越。第5步，持续打造自己的影响力。价值可见性的重要性。在信息爆炸时代，酒香也怕巷子深。即使你能力出众，如果没人知道，价值也会大打折扣。我曾经认识一位技术极其精湛的设计师，但由于不善于展示自己的作品和理念，长期只能接到一些低价值的项目。直到他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设计理念和案例，参加行业交流活动，他的职业生涯才出现转机。不仅客户质量提升，收入也翻了几倍。影响力构建的3步法。打造影响力，本质上是让更多人看见你的价值，建立信任关系。影响力的打造分3步：输出价值，建立连接，形成口碑。通过社交媒体分享专业知识，比如写公众号，然后参加行业活动，结识优质人脉，用实际成果赢得他人认可。当你的影响力达到一定程度，机会会主动找上门。影响力的实际应用场景。在职场上，普通员工默默做事很难被看见，而善于展示成果、分享经验的人更容易获得晋升机会。自媒体领域，那些头部博主正是通过持续输出有价值的内容，积累粉丝信任，最终实现商业变现。影响力不是自吹自擂，而是用实力赢得的信任票。它会像滚雪球一样，让你的价值被更多人看见，形成良性循环。才华是你的内在价值，影响力是让这种价值被看见的通道。没有影响力的才华，就像没有窗户的房间，再美也无人欣赏。3. 突破瓶颈，从优秀到卓越的关键转折点。1. 认知升级，打破思维天花板。
很多人的成长停滞，不是因为能力不足，而是被自己的认知所限制。认知决定格局，格局决定结果。要想突破现状，首先要升级自己的思维模式。我曾经辅导过一位创业者，他的公司发展遇到瓶颈，营收始终无法突破千万级别。通过深入交流，我发现他的思维模式还停留在小作坊阶段，过度关注成本控制，而忽视了品牌建设和用户体验。当他开始接触更高层次的商业思维，向成功企业家学习，并重新定位自己的产品和市场，公司在半年内实现了翻倍增长。认知升级的方法包括阅读顶尖人物的传记和著作，参加高质量的行业峰会，甚至直接向领域内的佼佼者请教。当你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视野自然会不同。认知的高度决定了你能看到的风景，思维的深度决定了你能挖掘的宝藏。升级认知，就是给自己安装一双能看见更多可能性的眼睛。二、跨界融合，创造独特竞争力。在单一领域做到极致已经非常困难，但真正的顶尖高手往往是多领域的复合型人才。跨界思维能让你在竞争中脱颖而出，因为独特的组合往往意味着稀缺的价值。比如，一个既懂技术又懂设计的产品经理，一个既精通金融又了解心理学的投资顾问，一个既会写作又懂营销的内容创作者。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。最初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文字工作者，后来我系统学习了心理学和营销学，这让我的写作不仅有文采，还能精准触动读者情感，解决实际问题。正是这种跨界融合，让我从众多写作者中脱颖而出。如何实现跨界融合？首先，在自己的主领域达到一定水平，然后有意识地学习一个与主领域有关联但又不完全重合的次领域，最后寻找两个领域的结合点，创造独特价值。专精一域是优秀的起点，跨界融合是卓越的必经之路。最稀缺的人才不是单一领域的专家，而是能在多个世界间自如穿梭的复合型高手。三、高质量人脉，借力突破天花板。个人能力有限，但通过高质量的人脉网络，你可以借助他人的力量实现突破。真正有价值的人脉，不是数量，而是质量；不是泛泛之交，而是能互相成就的深度连接。我有一位朋友，是教育行业的创业者，他特别注重维护与各领域顶尖人才的关系。当他的公司需要技术升级时，他的一个工程师朋友给予了关键指导；当他需要融资时，他的投资人朋友为他引荐了合适的资本；当他需要品牌推广时，他的媒体朋友帮他策划了一次成功的营销活动。高质量人脉的构建原则是：先提供价值，再寻求帮助，保持真诚，避免功利，定期维护，不断深化。记住，你的人脉质量往往反映了你的个人价值和发展潜力。与其社交广泛但肤浅，不如专注于与少数能互相提升的人建立深度连接。一个人的成就上限，往往取决于他经常联系的5个人。选择你的圈子，就是选择你的未来。4、心态建设，顶尖1%的内在修炼。长期主义，耐得住寂寞，守得住繁华。成为顶尖1%的人，需要超越常人的耐心和坚持。
很多人看到成功者的光鲜，却看不到背后的坚守和等待。长期主义是通往卓越的必经之路。我认识一位医学研究者，他在一个冷门领域潜心研究了15年，期间发表的论文很少有人关注，甚至一度面临项目被取消的风险。但他始终相信自己的方向是正确的，坚持不懈地推进研究。第16年，他的研究成果获得了突破性进展，不仅获得了国际大奖，还被应用于临床治疗，挽救了无数生命。长期主义的核心在于相信复利效应，接受成长的不限性，享受过程而非仅仅追求结果。在这个浮躁的时代，能够坚守长期主义的人已经超越了 99% 的竞争者。伟大的成就不是一蹴而就的爆发，而是长期坚持后的厚积薄发。不要用一天的努力去评判一生的成败。真正的成功属于那些能够日复一日坚持正确事情的人。反脆弱，将挫折转化为成长的燃料。顶尖 1% 的人不仅能够承受挫折，还能从中获得力量。这就是反脆弱能力。普通人遇到困难会退缩，优秀的人能够坚持，而卓越的人则能从挫折中学习并变得更强大。我曾经采访过一位连续创业者，他的第一个项目彻底失败，不仅损失了全部积蓄，还背负了巨额债务。但他没有被打倒，而是深入分析失败原因，从中提炼出宝贵经验。在第二次创业中，他避开了之前的所有陷阱，最终建立了一家估值数亿的公司。如何培养反脆弱能力？首先，改变对挫折的认知，将其视为成长的必要养分。其次，建立系统化的复盘机制，从每次失败中提取经验。最后，保持开放的心态，不断调整和优化自己的方法。普通人被挫折击垮，优秀的人从挫折中恢复，卓越的人因挫折而成长。生活给你的每一个打击，都是让你变得更强大的机会。3、自我修复，保持持久战斗力的秘密。成为顶尖 1% 不是短期冲刺，而是一场马拉松。如何在长期奋斗中保持旺盛的精力和创造力，是一个关键问题。很多人在追求卓越的过程中忽视了自我修复，最终导致身心俱疲，无法持续。真正的高手都有自己的充电方式，有规律的作息，科学的饮食，适度的运动，有效的休息，心灵的滋养。我认识一位顶尖投资人，他每天工作强度极大，但始终保持着清晰的思维和敏锐的判断力。他的秘诀是每天清晨30分钟冥想，每周1天完全断网，每季度1次为期3天的独处 retreat。 这些看似与工作无关的活动，实际上是他保持高效能的关键。记住，自我修复不是懈怠，而是为了更持久的奋斗。不是浪费时间，而是对时间和精力的最佳投资。最强大的战士不是永不疲倦的机器，而是懂得休息和恢复的智者。真正的马拉松冠军不仅会跑，更懂得如何科学的休息。从平凡到卓越的路上，没有捷径，只有对成长规律的深刻认知与持续践行。这个世界从不缺努力的人，缺的是懂得聚焦优势、系统成长、长期坚持的战略家。当你把每个方法变成习惯，把每次行动当成阶梯，终会站在属于自己的巅峰。
真正的顶级人生，不是靠运气登顶，而是用智慧与坚持，书写属于自己的传奇。成为 TOP 1%不是终点，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。真正的卓越，不是与他人的比较，而是与自我的超越；不是外在的光环，而是内在的丰盈。